男子双腿被断，让铁匠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铁腿，隐居3年苦练功夫。等出山之后，他已成为了一个武林高手，没人能扛住他的一击。江湖上还有一人，他自幼被砍去双臂，父亲找人给他安了一双铁臂，铁臂威力极强，并且还可以发射暗器。那这两人相遇，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？江湖上兴起了一个天道庄，帮主杜天道横行霸道，得罪了不少人。这天，天南三虎趁着杜天道不在家，闯入庄内，抓住了杜天道的妻子和儿子，断掉了妻子的双腿和儿子的双臂。这时，杜天道赶了过来，这种行为惹怒了杜天道。杜天道用出成名绝技黑虎三式，以1敌3，杀死了3人，妻子却流血身亡，儿子却非常坚强，断了双臂也没有求饶。杜天道请神将给儿子打了一双铁臂。儿子杜长长大后，他的铁臂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，铁臂还可以发射暗器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杜天道还把黑虎三式传授给了他，在铁臂的加持下，威力巨大。杜天道把天南三虎的儿子抓了过来，他们也都会武功。杜天道让他们和杜长比武，只要能打赢他，就放他们回去。3人和杜长实力悬殊，杜长几招之内就将他们打成了残废。杜天道本来就横行霸道，现在更加的过分，他想着把其他人都弄成残废。这天，杜天道带着杜长来酒楼吃饭，有2人笑话杜长的手臂，杜长将2人暴打一顿。铁匠看到他这种行为很生气，大骂杜天道。杜长要教训他，李总管愿意效劳，书生夸铁匠骂得好，老天有眼。刚才那个铁匠骂得真痛快，杜长跳下去将他的双眼给戳瞎。接着李总管带人把铁匠请了过去，铁匠一高胆，带着铁锤就过去了。杜天道强行将哑药灌到他的嘴中，铁匠不服，在桌子上写字骂他。杜天道接着将他打成了聋子，铁匠成了聋哑人。书生来到了铁匠的家中，酒鬼不小心撞到了杜长，杜天道为了给儿子消气，把他的双脚砍了下来。酒鬼只好也来到了铁匠的家中，还好铁匠可以打铁养活他们，但杜天道还不打算放过他们，警告附近的村民不要去买他家东西。这下3人过得更难了。这天，一名刀客来到了镇子上，他要打把刀，但没人敢告诉他铁匠的位置。这时他看到有人在欺负断腿，他出手将坏人给赶走。3人把自己的事告诉了刀客，刀客看不下去了，要为3人报仇。刀客武功高强，护卫根本拦不住他。万总管拿着链子锤打向了他，刀客身法灵敏，万总管根本占不到上风。杜长让他退下，自己和刀客打了起来。刀客和他大战10来回合，杜长找机会将他兵器夺走，刀客要逃时却被链子锤拦下。杜天道为了惩罚他，将他变成了白痴。杜天道真是无法无天了。4人一个比一个惨。酒鬼从刀客的身上找到了一份信，知道了他是英庄主的徒弟。3人决定要把刀客送到英庄主的身边。路途遥远，铁匠找个独轮车推着断腿和瞎子，但刀客却一直捣乱。3人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刀客的师傅。3人想拜他为师，练会武功，为自己报仇。英庄主为他们制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法，他让铁匠给断腿打了一双铁腿，断腿装好之后，终于可以重新站立。瞎子双目失明，必须以耳代目。英庄主让他苦练暗技。铁匠是聋哑人，英庄主让大家在他手上写字来交流，并且让他练眼，在火圈上击打9壶。断腿这边还是无法行走，刀客还一直推他。英庄主让断腿踢他，刀客虽然成了白痴，但是武功还在，能难踢到他。英庄主接着用铁环加强瞎子的听力，让他练会听声辨位。铁匠这边通过镜子加强判断力，断腿的铁腿现在也运用得很灵活，刀客不敢再去推他了。经过3年的训练，3人已经今非昔比，都成了武林高手。尤其是断腿的铁腿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，没人能扛住他的一击。瞎子天天用铁圈和刀客玩耍，他的耳朵已经可以代表眼睛了。3人身残心不残，经过3年拼命的训练，他们已经有了报仇的能力了。3人跪谢英庄主，英庄主告诉3人，过几天就是杜天道45岁的生日，他邀请了许多武林高手，这是你们的好机会。瞎子制定了一套计划，他扮成神算子先去客栈，铁匠过来接引他，铁腿和刀客去铁匠铺等待消息。瞎子故地重游，来到了那家客栈，刚好万总管也在这里。瞎子不和他们客气，拿出长棍教训他们，用这听声辨位之术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。万总管也不是其对手，但过几天就是杜天道的生日了，
万总管不想因为这小事耽误寿辰，他只好去找其他人帮忙。此人是杜天道的师弟，他练的是硬气功，一身肌肉。师弟让铁匠和瞎子先打3拳踢3脚，自己被打动或者踢倒，他就放过他们。如果没有打动，他们可就危险了。不管两人怎么用力，都打不动师弟。这时铁腿出来了，他也要打3拳3脚。刀客提醒师弟，他的脚是铁的。师弟没有在意，以为说的是他的腿功很强。铁拳打了他3腿，他感觉和挠痒痒一样，但铁腿一脚就将他踢成重伤。他死不瞑目，这真的是铁脚呀！师弟死了，这可瞒不住杜天道了。杜天道找上了门来，铁匠和瞎子先来测试他的功夫有多强，然后逃走。杜天道还有寿宴没有去追。4人制定了一个计划，瞎子和铁匠去挑战杜天道，找出他的破绽。铁腿作为他们的底牌，最后再亮出。瞎子和铁匠来到了这里，万总管布好了陷阱等着他们，用镜子扰乱铁匠的视线，用鼓声扰乱瞎子的听觉。危急时刻，刀客出现将鼓给毁掉，瞎子将镜子打碎。这下两人没有了阻扰，很快杀死了万总管。来到了府上之后，铁匠对付杜天道，瞎子对付杜长，铁棍对铁手，真是非常的精彩。一时之间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。铁匠这边和杜天道迂回，消耗他的体力。他用铁拳和杜长玩了起来，这个瞎子太熟了，两人默契的配合下，把杜长耍得团团转。杜长这下怒了，用铁臂放射出暗器，可刀客不知道疼，杜长将铁臂伸长捅向了他，瞎子趁机将他给勒死，但刀客也死在了瞎子的怀里。瞎子赶紧帮助铁匠对付杜天道，但杜天道太过老练，两人根本伤不了他分毫。这时铁腿也跳了出来，3人一起合力对付他。杜天道也用出了黑虎3式，3人围攻下也没占到便宜。瞎子跳到房梁，握住杜天道的双脚，铁匠控住他的双腿，铁腿一脚踢死了他。3人的大仇终于得报，他们一起离开了这里。残缺是香港邵氏出品的动作电影，由张彻执导，陈观泰、陆丰、郭追、罗莽、孙健、姜生主演。残缺和五毒被捧为邪典功夫片的经典之作。残缺的邪在于残，4个年轻人就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杜天道，一个为了瞎子，一个成了聋子，一个没了双腿，一个变成了白痴，真是让人感觉他们真是太惨了。但是3人身残心不残，找到高人学会了他独特的功夫。瞎子锻炼听力，用耳朵代替眼力；聋子锻炼眼力和力量，断腿安装一个铁腿，苦练腿功。就刀客最惨了，他虽然有着很强的武功，但是智力却像小孩一样，这才是最难训练的一点。反派的杜长也是很惨，从小就被砍了双臂，只能安装一个铁臂。但就是儿子的残缺，让杜天道变得极其残暴，只要得罪了他，也要把别人变得残缺，最后罪有应得。电影的打斗太长，太过枯燥，尤其是最后瞎子和刀客的铁环大战，看着像艺术体操一样，完全没有五毒中的打斗好看。电影的剧情也确实非常的有意思，想让人一直看下去。但我更喜欢五毒的故事，之后会给大家解说一下五毒。里面有着古怪虐刑器具的奇特的武功，非常的有意思。那么你感觉4人中哪个最厉害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哦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